见过丞相。在家还是喊我大公子吧。是，大公子还是那么温和待人。小翠看着丰神俊逸的男子，满眼的爱慕。苏青青没有说话，只是做着分内事，倒了一杯茶递到男人面前。大公子，这茶是最新的红茶，是城主夫人专门给您留的啊。大公子，您这好几年没有回来，城主和城主夫人天天的在念叨着您呢。水备好了吗？备好了，大公子现在便可以沐浴。裴景之起身走进一旁水室，然后让2个丫鬟褪去他衣袍，待只剩下亵裤，这才道：一人留下即可。小翠刚要示意苏青青出去，不想苏青青先他一步的出了水室，这让他暗喜不已。谁让你留下了没眼力的奴才？出去！小翠被这一骂吓得脸色大变。大公子息怒，奴婢这就出去。说完赶紧出了水室。是让你先出来的，平白害我被大公子骂，还不进去伺候着。苏青青自是听到那大公子骂人了，看来这裴景之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好啊。只是他有些不明白，这大公子并非喜欢他这个通房，干嘛还要他近身伺候啊？没有理会小翠的埋怨，几步又走进水室。只见那大公子已经进了浴桶了，露出些许肩膀。苏青青略微驻足了一下，便想起原主是怎么伺候这男人沐浴的。在他记忆里，每次都是这男人进了浴桶，原主才进来替他搓背。想着便走到浴桶前，大公子，奴婢给您搓搓背。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吧？奴婢19了。可还记得你何时跟的本公子？苏青青微怔，这男人问这话何意呀？奴婢已经跟了你5年了。裴景之闻言略微睁了一下眼，然后又闭上眼睛，没有再说话。这几年在外为官，他早已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女子跟过他。直到进屋看他乖巧的给自己倒茶，这才想起来当年的荒唐事。要不是有人给他下了春药，他才不会去宠幸一个容貌都还没有长开的小丫头呢。不过这丫头几年不见，模样倒是俊了不少。好了，去铺床吧。是，苏青青应着便出去了。当他想去铺床的时候，便看到小翠正在铺着，这倒省了他的事儿了。他只站在一旁看着便可。阿花，看来大公子还记得你，以后啊，你可有福了。啥服不服的，还不是奴才一个。算你有自知之明。他这里刚铺好，水室的门便开了，这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侧头看向他。只见裴景之穿着一件浅蓝色浴袍走了出来。大公子，奴婢给您擦干头发，您再休息。这裴大公子淡淡的应了一声，便坐到梳妆台前，让苏青青伺候自己。小翠这时端上茶水。大公子，您刚刚沐浴出来，想来一点口干，您喝口茶润润嗓子。大公子，现在虽是入春，可天气还是冷了一些，您看奴婢给您暖床可行？不用了，一会儿你们都退下吧。小翠闻言有些尴尬的退到一旁。苏青青听了，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待给她擦好湿发，又给她梳理。蠢奴才，再疏通本公子，今晚就罚站你一夜。这丫头怎么回事？前几年伺候自己的时候可不曾这样。苏青青就算有原主的记忆，那也是想是一回事儿，做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梳发技巧可不好掌握。你这慢吞吞的，打算梳到天明？奴婢这不是怕梳疼您吗？越大越没用。下去。大公子息怒，奴婢这就退下。裴景之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那是没带半点犹豫，看上去好像还跟以前那样懂进退呢。大公子，阿花最近脾气可大了，听说您要回来了，便经常对这个对那个的，他就仗着伺候过您，才这么目中无人的。刚刚他故意弄疼您，是想让您惦记他的好，不然凭他以前伺候过您，怎么会疏疼您啊？是吗？看来姑娘长大了，心思也就多了。大公子，奴婢伺候您吧。不必，退下吧，我这里不用人伺候了。是。小翠有些失望的应着，便退下了。这些丫鬟，哥哥可真是人精。苏青青回了耳房，简单的洗漱一下，便上了床。她刚闭上眼睛，小翠也回了屋子。阿花，看来大公子早把你忘了，哪怕你现在变得越来越漂亮，他也没有多看你一眼啊。你呀，以后就和我一样了，看你成了普通丫鬟，还傲气不？忘了我正好，做普通丫鬟挺好的。口是心非，那你刚刚可别勾引大公子注意啊。方小翠，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勾引他了？苏青青语气冷了几分。我2只眼睛都看到了，故意疏腾大公子，难道不是你耍的小手段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小翠轻嘲道，我才没有你那龌龊心思呢，你倒是直言爬床了，可怎么不见大公子留下你呢？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我的心思至少摆在明面上，不像你暗里使坏。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那以后可要小心了。苏青青唇角扬起一抹轻笑，这个方小翠一直欺负原主，经常把2个人的活都让原主一个人干，这也导致其他丫鬟小厮也对原主随意打骂与欺辱。要不是她还有一个通房身份，还不知道要遭什么罪呢。自从半年前原主因病而死，她来到这里，这样被欺负的日子才得以改变。进来。裴景之发觉2个丫鬟一直盯着自己，这让他周身冷意散发出周围，眸光先瞥向那方小翠，待看到他一副花痴的眼神，这让他气愤无比。可当他满眼厌恶地看向苏青青那双凤眼明眸时，不由微怔了一下。你去找李妈吧，运院你不必再来了。裴景之冷眸看向方小翠，还不给本公子滚出去！大公子息怒，
奴婢不知犯了何错，你要赶我出御苑？本公子想赶走一个丫鬟，还用你这贱婢解释不成？滚！不要让我说第3遍。苏青青没想到这贵公子哥凭空撒了一顿脾气，不问缘由便将人给骂走了。傻站着做甚？还不伺候本公子梳洗？是，大公子收拾好了，你看可否满意？可以，你去传膳。本公子饭后还要出门一趟。是。不多时，2个丫鬟端来了早膳。大公子，饭食备好了。你也下去用饭吧。一会儿你跟我出门。他刚走不久，李妈领着一个模样俊秀的丫鬟走了进来。见过大公子。见过大公子。起吧。大公子，这丫鬟叫清河，是老夫人那边的大丫鬟，让她伺候你的起居，肯定不会出错。看出来了，不愧是我祖母身边的人，做事就是不一样。留下吧。清河，以后你可要好好伺候大公子左右，莫要出错。李妈放心，奴婢定会做好每件事情的。那就好。大公子，您可还有什么吩咐？暂时没有，你回去替本公子谢谢祖母。是，那奴婢就退下了。你在我祖母那里伺候几年了？回大公子，奴婢在老夫人身边已有3年了。多大了？奴婢刚刚17岁。你的真名叫什么？奴婢叫夏清，清河是老夫人赐名。哦，看来我祖母很宠你，能让她赐名字的可不多见。奴婢的确承蒙了老夫人的怜爱。大公子，您出行可要带行李啊，这样奴婢也好准备。去收拾2套换洗衣服便可。是。苏青青应着，便走进寝室。大公子要出门，可需奴婢跟随？不用，有阿花跟着便够了。那奴婢也去给大公子收拾行李。去吧。阿花姐，以后我们要一起做事了，日后你可要多关照我一些。说关照就严重了，你在老夫人身边，那可是大丫鬟，做起事来一定比我细心。我还想着让你多多指教呢。阿花姐，你以前在大公子身边净身伺候了一段时日，想来你对他的生活习惯有所了解，你能不能告诉我大公子的喜好？这样我也少犯错，少挨罚。清河，我也只记得大公子几年前的习惯，现在他的喜好我也不清楚。那你说说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性子？其实也没什么，大公子以前就喜静，下人少说话便可。那大公子喜欢吃什么？这个我不清楚，都是厨房做什么，大公子吃什么，我也没有注意他喜欢吃什么饭菜呢。阿花姐既然不愿说，那我不问就是，是我不懂分寸了。他的话听在清河耳里，便是他怕自己得宠。大公子的贴身衣物放进去了吗？清河出声道：“这就放。”苏青青刚想打包，经他一提醒，这才想起来没有放男子亵裤。清河一见他的反应，就知道他忘了，嘴角不由微勾了一下。待把衣服都打包好后，苏青青便背着包裹走出房门。清河不发一语的跟在他身后。大公子，行李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便走。阿花姐，大公子这是要出远门，他的洗漱用品可带了？他的一句话让门口的2个人停下了脚步。裴景之自然的看向面前的丫鬟，眼神有着询问。不好意思，大公子，奴婢忘了。苏青青讪笑了一下，赶紧去了里屋拿洗漱要用到的东西。大公子，您这几年不回家，阿花姐都忘了如何伺候你了。奴婢真担心他跟着你出远门会让您受委屈。裴景之没有说话，只是眉头微皱，站在原地等着。大公子，这次可以了。你不用去了，让清河跟着吧。裴景之眸光有着不满。你还是跟着吧。走了。阿花姐，你的行李可带了？连忙小跑的去了耳房，将自己的挎包拎着。大公子，奴婢的行李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只是刚刚你一会儿说不让我去，一会儿又说让我去，这让奴婢一时紧张忘记了自己的行李。这么说还怪本公子了？哪能，都怪奴婢粗心大意。苏青青还是知道不能跟古人权贵硬杠的。裴景之没有再说什么，转身便出了院。廊檐下的清河一见主子没想着换人，气恼的跺了一下脚，便回耳房了。见过相爷。相爷，一切事宜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出发。辛苦了，都上马吧。苏青青见他上去了，便想当然的也进了车厢。裴景之见他进来，只是微怔一下，可也没说什么。苏青青有些不自在地坐在一侧，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谁叫她现在是个丫鬟，让她干坐着，总觉得心里发慌。你很紧张啊。裴锦之看她膝盖上的手指乱动着，唇角扬起一抹好笑。几年不见，这丫头不仅没了以前的胆怯，反而多了几分灵动。此时的她虽然显得拘谨，却没有胆小害怕，只是一种正常人认生该有的表情。有点儿，奴婢这是第一次出门，难免紧张一些。你无需紧张，你只管好本公子的起居便可。大公子这是今天不回府啦？我们要去刘野城住2天。大公子要巡查边境之地吗？本公子趁此机会巡视一番，也没有多大的事。大公子现在身居丞相一职，自是要多关注一下边境之地了。你家是哪里的？我家在04县。你是怎么到我府上的？左右无事，裴锦之想打听一下他的出身。以前他一心只想读书考仕途，其他闲杂人等都不是自己该关心的。现在看着这丫头也比几年前顺眼了一些，这让他有了想了解一下他出身的想法。奴婢家里姐弟6个，还有我祖父祖母小姑，这么多人都要靠我父亲给别人打零工挣钱度日，长期以往自是穷得揭不开锅了，所以我父母不得已才把奴婢卖到你家。不过我是活气，等我20岁便可以离开裴府了，也就是说奴婢再在
你家干1年就可以消奴回家了。说到这里，苏青青有些开心的笑了一下。还好当年那城主夫人许了原主，若她期满前还是不想做通房，那她便准许原主回家。毕竟原主意外失了身子，以她活气的身份是不适合做通房的。是吗？那本公子恭喜你了。裴景之很没诚意的笑了笑。大公子何时回京呀？待定。苏青青听着他不想多说的语气，撇了一下嘴角，也不再自找没趣。裴景之看着他姣好的侧颜，眸光微沉，这丫头好像不喜欢自己。想着从昨天回来到现在，他在他的脸上就没有看到一丝讨好，这让他很不解。阿花，刚刚你说1年后出府，我娘还是疼奴婢的，没有将我扮成死妾。的确，不过你的情况好像不同啊，难道你忘了你已经跟过我了吗？你要是再出府的话，你以后很难再嫁良人啊。奴婢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当时大公子呀也是情势所迫，所以奴婢不会缠着你的。等契约一到，我就离开裴府。至于嫁人，我也不担心的。奴婢相信天下还是有好男人的。苏青青没有故作可怜，她若表现想跟着这个男人，她就出府无望了。你当真这么想？当真。原本我还想着要如何安置你，毕竟你的清白给了我。既然你这么看得开，本公子也不必为此挂怀。1年后你出府便可。大公子不必介怀以前的事儿，奴婢知道那也不是你愿意的，我不会将这事儿放在心上的。大爷，军机衙门到了。大公子不下车吗？无知的蠢丫头。轻骂完也不解释，继续稳坐不动。不知丞相大人光临，我等未能远迎，还请丞相大人恕罪。苏青青闻言，这才明白了这个古人缘何不急着下车，感情他这是让人亲自来恭迎，也好展示他位居高官的身份。看着眼前贵公子一身金贵的从面前走过，期间没有给他一个眼神，那神情高傲无比。丞相大人，您此次前来是不是为了邻国边境争端的事啊？刘城的指挥使范刚拱手问道。东浩国几次3番挑衅我国，我们跟他们几次谈判都没有得到半点改善，反而还让他们变本加厉，再向东扩。他们如此嚣张无力，本相怎能视若无睹啊？丞相大人有办法对付他们了。对付无耻小儿，就要把他打服，不然他们不知道他们东浩国几心极令，我们先让他们这么多年，真当我们是软柿子不成？范刚，你准备2万水兵，等他们侵入我国水域时，你们便将他们一举歼灭。相爷，我们要是这样做，便是对东浩国宣战了，这后果……一个中年官员有些担心。孔大人，2个国家的关系不是一味的退让便会和平安泰的，必要时敢于反攻，才能让敌国畏惧你，这样我国也能在其他国家面前树立起不可侵犯的强国。孔大人，你不觉得正因为我们屡次的忍气吞声，才让他们得寸进尺吗？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而且还要打赢。苏青青听着他们谈论着国事，这才知道这裴景之来此的目的，看来这里要打仗了。待他们商谈半日，范刚亲自给裴景之在衙门里安排了住处。饭后，裴景之又去和那些官员将商议接下来的战事。苏青青闲着没事儿，便在他隔壁睡大觉。苏通房，相爷回来了，你快过去伺候。大公子何时回来的？阿花，你也说过还有1年的时间才能出府，可这时候没有到，你便要偷奸耍滑，不想做事儿了？大公子恕罪，奴婢没想着偷懒，我刚刚有些肚子疼，所以回屋休息了片刻。现在可还肚子疼啊？疼轻了，谢大公子关心。裴景之看着他红润的小脸，哪像有病的？阿花，与我相识多年，今日本公子才知道你是个有心机的，看来往日老实巴交的模样都是装出来的。大公子，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奴婢何时耍心机了？刚刚你说谎了，你敢说你没有骗人？大公子不愧是做丞相的，奴婢第一次说谎让您给看出来了。奴婢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还请大公子恕罪。说着双膝跪地，看似一脸诚恳的认错。现在知道认错了，晚了。奴婢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还请大公子恕罪。说着双膝跪地，看似一脸诚恳的认错。现在知道认错了，晚了。你一没有做好分内之事，而是哄骗本相，按家法罚你跪2个时辰。你现在便到门外跪着去。2个时辰，奴婢的腿岂不是要废了？大公子，念在我是第一次做错事，你就饶了奴婢吧，以后我会尽心尽责的伺候您的。他跪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双膝就感觉疼痛难忍，这要是跪2个时辰，那便是4个小时，那他这膝盖还能要吗？受罪与求饶，他还是选择求饶的，反正古代下人一贯求饶已是常态，他顺势而为也不为过。不想挨罚？不想，一点也不想。不想挨罚也可以，你只要讨本公子开心，你的罚便免了。大公子想让奴婢如何讨你欢心呀？自己想。大公子能不能先让奴婢起来说话？总这么跪着，我没办法思考的。起吧。谢大公子体恤。难道你刚刚不是想要投怀送抱，讨好本公子吗？大公子素来洁身自好，奴婢怎敢跟您投怀送抱啊？你知道这点就好。裴景之眼神温和了一些，转身坐回了椅子上。苏青青不屑地撇了一下嘴角。大公子，别的奴婢也不会，一会儿呀，我去厨房给您做2道菜，希望您能喜欢。你在裴府何时学会做饭了？奴婢闲来无事跟厨娘学了一些，只是不知手艺如何。那行，那你去做吧，若是好吃的话，你的罚就免了，反之你知道后果。奴婢会尽心做好的。但愿如此，你现在可以出去了。苏青青
青应着走出房间。姑娘，有事吗？师傅，我是相爷身边的丫鬟，他让我给他做2道菜，不知道现在方便不方便？哟，原来是相爷身边的人呢。姑娘好啊，我现在正给相爷做着呢。你先给他做2道菜，另外2道我来做。有肉吗？有，今天刚买的，菜筐里还有其他菜，你看着做便可。那行，你先忙着，我去看看有什么菜。苏青青来到墙角处，找到菜筐，翻看了一下，待看到一些菜，心里有了主意。不多时，一盘鱼香肉丝和凉拌小菜便做好了。大公子，让您久等了，饭菜刚做好，您快洗洗手，吃饭吧。裴景之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大公子，这道菜和这道凉菜是奴婢做的，您趁热尝尝。肉入口细腻，还有一股香甜味道。这让他眉头一松，他原本不相信他能做出什么好菜，不想吃在嘴里，却超出预期。又吃了一口凉菜，味道也很不错，这让他不由多吃了一些他做的菜。大厨做的，他也只吃了一口。饭做的不错，这次暂且饶了你，以后本公子的吃食由你来负责。大公子，实不相瞒，奴婢就会这2样，别的就没这么好吃了。阿花，你做的这道菜，本公子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大公子，这个厨娘前2年才进的府，年前她要辞工回老家了。原来如此，怪不得。大公子，要是喜欢吃这2样菜，奴婢可以天天做给你吃。这2天你先坐着吧。裴景之说着话，转身出了房门，然后在院子里散起步来。大公子，我们在这儿住几天呀？5天。话一出，这才发觉他不该跟一个丫鬟说出自己的打算。果然美人误事啊！苏青青觉察到他的冷意，只是不知道为何。相爷，洗澡水备好了，您随时可以沐浴。你下去休息吧，我这儿不用候着了。还杵着干什么？还不给本公子准备换洗衣物？有时啊，这女人很没有眼力劲儿。主子要沐浴，她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以前她可不是这样，怎么年龄越大反应越慢了？是，奴婢这就给您准备。苏青青拿出男人贴身的衣物，便想着给他送进去，可走进屏风时又停了脚步。大公子，您的衣物现在要放进去吗？以前你是怎样做的，现在便怎么做。裴景之语气有着不快。苏青青闻言想了想原主的记忆，却发现这块记忆自己并不记得。看来原主的事儿，他也不是全部都记得那么清楚。略微想了一下，这沐浴后的衣物自是要放进去才是，不然他穿什么出来呀？想来他这时不会那么快脱衣裳，想着便想当然的捧着衣物直接走了进去。抱歉，我不是有意的。大公子，不好意思，奴婢不是故意的，我这就给您弄好。本公子以为你一直是动静退的，哼，看来我还是高看了你。原来你也和其他女人一样，急着爬向本公子的床。你是不是觉得以前我们睡过一次，现在……大公子，我想你误会了，奴婢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过任何想法，刚刚只是误会，奴婢只是单纯想把你的换洗衣物送进去，我没想到你那么快脱了衣服，要早知道你光着身子，奴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随便进去的。不知道。花花，你又在说谎，难道你忘了以前是怎么伺候本公子的吗？奴婢怎么伺候你的？苏青青下意识反问。你装无辜装的可真像啊！你那时候年纪小，又害羞又胆小，你每次伺候本公子沐浴的时候，你都会提前把衣物送进水室，偶尔特殊情况下，我先去沐浴时，你别将衣物都搭在屏风上。刚刚我都提醒你了，你还不要脸的闯进来，你敢说你没有存勾引本公子的心思？大公子，奴婢没有说谎，好几年前的事儿，我哪会时刻记着呀？你以为你这样说本公子会信？看来几年不见，你的胆子不止大了，也学会欲擒故纵。果真姑娘大了，心思也多了。大公子，您是丞相，可你也不能自大的认为每个女人接近你都有她的目的吧？更何况奴婢只是你的丫鬟，近身伺候难免有失误的时候。这几年奴婢安心做事，从来都没有肖想过不属于我的东西。奴婢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我现在只想等1年后拿到我的卖身契，离开你们裴家，其他的奴婢一律没有设想过。裴景之看着他认真的眼眸，那里没有半点心虚，有的只是一片坦然。本公子暂且信你一回，以后你若再敢在我面前耍什么心机，到时候你可别怪本公子不念旧情啊！奴婢绝不会有任何心机，大公子尽管放心。这样做最好，等本公子回京城之前，我会赏赐你一些钱财，以后你出府后的日子也会过得很好。谢大公子体恤，你可以滚了。这要是原主啊，就算被他骂也会应一声退下。可苏青青没有回应，只是行礼退了出去。臭丫头，长大了脾气也长了。苏青青回了自己的房间，生气的同时也放心不少。转天却应了天。大公子，热水准备好了，你现在起床吗？进来吧。大公子，您先喝茶，奴婢去厨房看看饭菜做好了没有。大公子，今天厨房做了瘦肉粥，您尝尝。还可以，肉烂饭香。一会儿要出去了，你自己待在衙门里候着。是。你也去用饭吧。是。苏青青应着，行礼便去了书房。等她再回来的时候，那裴景之已经走了。苏青青去了寝室，拿出她昨晚换下来的衣服，然后打听着去了下人将洗的院子。大姐，我是相爷身边的丫鬟，不知道还有没有多余的木盆，我想给相爷洗衣服。哎呀，
原来是相爷身边的人呐，这衣服不用你洗，你放着，一会儿呀，我们来洗就好。谢谢，不过还是不用了，左右我也没事儿，洗洗衣服也算打发时间了。也好，我去给你重新拿2个木盆来。大姐你忙着，我先去打水。哎，姑娘，我看你太瘦弱了，要不我替你打水吧。谢谢大姐，我自己能行。好了，姑娘，你现在可以洗衣服了。卢大姐，我叫阿花，以后啊，承蒙您多关照呢。嗨，什么关照不关照的，我们都是给人干活的下人，互相帮忙啊，理所应该的。待洗好，他便将衣服晒在衣绳上，等晒干了，他再来收。你认字啊？奴婢一个丫鬟哪里会认字呀？刚刚是看里面的插图呢。是吗？大公子，您先休息，奴婢给您提壶热茶。大公子，您喝茶。研墨。大公子，奴婢多年没有研墨了，你这猛地让我研墨，我一时不知道怎么磨了。你这丫头是不是想气死我啊？本公子就离家几年而已，你不想说日后怎么伺候我，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丢三落四。现在倒好，直接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哼，你这几年吃的饭是浆糊不成？把脑子都给吃傻了。他现在后悔带他出来了。临出门他就看出这蠢丫头忘东忘西的，还有人出言提醒，要不是自己一时赌气，怎会带他出来？现在好了，2天时间他惹恼了自己2次。大公子，您消消气，奴婢只是一时忘了而已。再说这人又不是神仙，谁还总记得以前的事儿啊？有的人再聪明，他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我是一个不认字的奴婢呀。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想说像本公子这样的人也会有犯傻的时候吗？哎，奴婢可没有这么说，我只是用聪明人打个比方而已。大公子非要往自己身上揽，奴婢也没办法。你这蠢丫头，你这是打比方吗？本公子听着，明明是你根本看不上我这样的人，我身居高位，竟然让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丫头看不上，哼！真是岂有此理！这次不罚你，本公子的威严何在？苏青青一见他这架势，心里又知惹怒了这古人了，可他也没有说过分的话呀。这古人也太小心眼了吧，动不动就罚人。看着祝武走进来，苏青青有些害怕，跪地道：大公子息怒，奴婢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像您这样奇越风光的人，那绝对是比聪明人还要高一个高度的，世人都比不上你。现在想巴结讨好了，晚了。今日本公子非罚你不可，让你以后也好好长记性。祝武，让他在院子里跪到晚上，你亲自盯着他。要不是这女人跟过自己一晚，他早将她打发出去了，岂还会留她到现在气着自己啊？苏青青一见他来真的，小脾气也上来了，左右都要罚，他也不能干受着。他不是自视甚高吗？那他今天非打击他一下不可。大公子，虽你聪慧过人，精明睿智，可奴婢觉得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哪怕大公子您也是一样的。若您不服，奴婢问你几个问题，要是你能回答得上来，那奴婢便承认你是一个万千才华于一身的人。好你个阿虎，本公子如何还让你一个低贱的丫鬟承认与否？你以为你是谁？大公子，这是怕被奴婢万一给难住了，下不来台吗？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出。本公子还不信你一个连字都不认得的女人还能说出什么深奥难解的问题。大公子，你说这是什么？裴景之眸光微正，他没想到他的问题竟如此简单，于是想也没想就道：一。错，大公子，这明明是手指头，你为何要说是一啊？奴婢问他是一是二了吗？我问的是这是什么？很明显这是手指头啊。裴景之闻言回忆着他刚刚的问话，他的确问的是什么？是自己先入为主了。刚刚本公子会错意了，你再接着问。好啊，下一个问题是，沙漠里有2杯水，1杯尿，1杯毒药，此时你十分口渴，请问大公子要喝哪杯啊？人被困在沙漠之中，自然要选择喝尿了。为何非要选择喝尿啊？这不是简单的很吗？喝尿死不了，喝毒药那就是要死人的。裴景之看白痴似的目光看着面前的女人。大公子，可明明有2杯水啊，你为何还要选1杯有尿的？原来你问的都是一些奇思妙想的问题，这2次算我输，你接着问。这次本公子有心理准备了。好，不听老人言，下一句是什么？这个简单，吃亏在前。那他上一句呢？上一句？这句话哪有什么上一句？有的。本公子熟读各类文本，清楚的记得这句话没有上一句。你是不是记错了？大公子难道忘了上一句还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嘛？裴景之听完扬了一下头，想忍住爆笑，可最终俊脸上还是扬起轻易不爱笑的笑容。阿花，你从哪儿学了那么多奇怪的问题啊？闲来无事自己琢磨的。大公子这么聪明竟然没答对，这可折煞奴婢了。大公子是不是要杀人灭口了？阿花，其实每个人的聪明都不一样，只是有的人学业有成，有的人平凡普通。你虽然是个丫鬟，没有读过书，但是这并不妨碍你的那些小聪明。就好比我要罚你的时候，你会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让我饶恕你。你很明白要如何好好的活下去，这也是你聪明的地方。大公子明鉴，奴婢只想平安的回家。过来，本公子叫你研墨，以后再忘了定罚不饶。研墨很简单，是墨条，但是遇水出墨。首先在砚台里面
倒少许的水，然后右手拿着墨条，由外到里的慢慢抹。奴婢会了。自己磨。苏青青挽起衣袖，露出皓白的手腕，小手按在那墨条上，可这样不可避免碰到男人的手背。你这是在勾引本公子？大公子，是你要教奴婢研墨的，这墨条就这么大点地方，两个人手掌碰一下再正常不过了，您怎能说奴婢在勾引你呢？你最好是没有非分之想。稠了，加几滴水。第一次用这水壶没掌握好，水一下倒多了，墨水也随即溅到桌面上。大公子，奴婢不是故意的，还请您再让奴婢试一次。看来你是真的忘了，好话，你是19岁，不是90岁。大公子，奴婢只是偶尔记性不好，还请您担待一下。本公子身边的丫鬟都是一些机灵有眼色的人，你这样失职，可是要被赶出韵院的。大公子，都怪奴婢愚笨，等回府后，我便离开韵院，到时候您再让城主夫人给你重新安排一个机灵的丫头伺候您。你倒是自觉，重新研墨，磨不好今天就别吃饭了。是。午后，裴景之继续忙着，苏青青时不时给他端茶递水。到了傍晚，苏青青去了江喜的院子，裴景之的衣服还晒在那里，他过去看看有没有晒干。可当他看到晾晒绳上只有裤子和贴身衣物的时候，却发现没了裴景之那件华贵衣袍。微怔了一下，他以为自己记错了，于是又四下找了其他绳子上的衣服，可没有一件是主子的。眼见没了那男人衣裳，其他绳子上的衣服，可没有一件是主子的。眼见没了那男人衣裳，苏青青有些着急地看向院子里也在收衣服的丫鬟。姑娘，你们可曾见到过这条绳子上的月白衣袍啊？那是丞相大人的衣物。我们没看到。可眼底闪过一丝慌乱。由于天色微暗，苏青青没有注意他的神色，转身便出了江喜院子。这衙门是指挥使一家所住的地方。姑娘，我家丞相刚好洗的衣袍不见了，不知你们院子在收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收错了呀？原来是丞相大人身边的人呐。姑娘，刚刚春儿丫头的确收回几件衣物，衣服呀我们亲自整理好的，可里面并没有别人的衣袍啊。那这府上可还有其他男丁啊？这府上还有2个公子，他们就在西院那边。竹香院是大公子的住所，水清院是2公子住的，你可以去那里问问。也好，麻烦你了。屋里可有人呐？谁呀？姑娘，我是丞相身边的丫鬟，想跟你打听一件闲事儿。什么事儿？姑娘，是这样，我家丞相的衣服一直晒在江喜院子那边，刚刚我去收的时候不见了，想着是不是肯定有人拿错了呀，便来此处问问。姑娘，我没拿错衣服，你再去别的地方问问。好吧，打扰了。香香，谁来了？二公子，是丞相身边的人。二公子，可能你院里的丫鬟拿错了衣服，您身上这件衣袍是我们丞相大人的，还请你脱下来还给奴婢。香香，你不是说这件衣服是我母亲让人送来的吗？二公子，这衣服的确是夫人让人送来的。姑娘，这衣袍是我家夫人给二公子做的，怎会是丞相大人的？可能是布料款式一样，让你看错了。香秀姑娘，我家主子天天穿的衣服，我怎么会不认的？这明明是我家丞相的衣服，你怎能说是你们的？要是这衣袍是二公子的，这衣服穿在他身上，为何如此不合身呢？显然你在说谎。拿着衣服滚！本公子才不屑穿别人穿过的。苏青青被扔来的衣服砸在脸上，格外的疼，伸手拿下头上衣袍，愤怒地瞪向对面的男子。不屑穿还穿，你家好歹是官家大户，难道穷的都要偷别人的衣服过日子不成？不愧是丞相身边的丫鬟，这嚣张无礼的嘴脸无人可比呀！可是有一点，本公子还要跟你说清楚了，我家再不济也不会穿别人的衣服过活，这一切都是我这丫鬟没有见识，看见好点的东西就想在主子面前邀功。二公子，都怪奴婢目光短浅，我见这衣服布料都很好看，便稀罕的不行，也没多想，便拿回院子。奴婢只想着主子您相貌堂堂的容貌，穿上这衣服一定会好看，不想却给主子惹来了麻烦，求二公子恕罪。香秀儿，今日由于你的所作所为，害本公子丢尽了颜面，我可不敢留你这样的手脚不干净的人在身边伺候。来人，剁他一只手，扔出府外。二公子恕罪，二公子恕罪，奴婢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呀，你不能这样待我呀。为我好就去偷东西，还让别人找上门羞辱，那你的好本公子可不敢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行行？二公子，念在香秀这么多年伺候你的份上，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苏青青看着这一幕，她没想到因为一件衣服会有人失去一只手，这古代刑罚果真没人性。也是，你这是想抗命？奴才不敢。别让本公子说第3遍，不然你和他同罪。香秀，对不住了。等等，姑娘，他偷了你的东西，本公子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的。二公子，他是你身边的丫鬟，他偷拿的又是丞相的东西，你身为他的主子也难辞其咎的。你们2个按律都应该上交官府，可你毕竟是指挥使大人的公子，这追不追究的，那就看丞相大人的意思了。可这丫鬟起初不承认这衣服是拿错的，非说他家夫人给二公子做的。后来二公子知道了真相，便将衣袍还给了奴婢。他想严惩这个丫鬟，将他的手剁了，赶出去。可奴婢觉得丫鬟犯了错，他这个主子也有御下不严的罪责，要打要罚当然是由您说了算，岂能只罚丫鬟一人？一旁的范俊义听着他言之凿凿的话，那是一个不客气。他想辩解几句，却发现无从辩起。二公子，你这丫鬟为何偷拿本相的衣物送给你啊？按说你不可能去见衣服穿。
他这一问，让范俊义神色难看了几分，一时不知道要如何解释。难道说嫉妒母亲给兄长做了衣服，而没有给自己做吗？丞相大人，我家公子完全不知道奴婢偷衣服的事，奴婢只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月白衣袍，便想着二公子穿上它一定也很好看。奴婢知道这衣袍是丞相大人的，可我以为像丞相大人这样的家世是不会在意丢件衣裳的，没了也就没了，你再穿其他的也是一样的。不想您身边的丫鬟却找了来，我家公子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丞相大人，您要罚就罚奴婢就是，此事不关二公子的事。既然你供认不讳，偷盗之罪就这么定了。来人，将他送去顺通衙门，把他收监1年以上，以儆效尤。随着他的话落，门外候着的2个官差走了进来，然后将香秀给押走了。香秀没有求饶，临出门时回头看向站立厅中央的二公子，见他始终没有看向自己，唇角扬起一抹苦笑，这才死心的走了。丞相大人，高民有管教不严之过，请丞相大人责罚。二公子，你的确有御下不严之责，听闻你水性极好，不知可是真的？尚可，不知丞相大人想让草民做什么？明天你去茶艺厅，到时本相有安排，只要你立了功，本相会犒赏你。犒赏不敢当，能为丞相大人做事是草民的荣幸。二公子，本相一直听说你是一个纨绔子弟，可今日一见，外面所传的也不尽然是对的，最起码本相看你很稳重。有丞相大人在，草民怎敢放肆？他原本就想接近这丞相大人，想在他这里谋一个出路，他不想再仰仗他父兄的鼻息过日子。没想到他正愁着要如何才能见到这丞相时，今天却出了这样的事儿。大公子，明天我再将这衣服洗洗。其实那丫鬟说的很对，一件衣裳丢了便丢了，本公子不会在意，因为就算找回来，我也不会再穿。啊，可这件衣袍如此华贵，您穿着又合身好看，丢了岂不可惜了？好看？如何好看法？啊，本公子为你画呢。大公子，您穿这件月白衣袍啊，就如那芝兰玉树，清明风月，芝兰玉树，清明风月。您如此气质卓越的人，走在路上，定会引人忍不住驻足多看几眼的。还算你有眼光，不过你犯下的错还是要罚。大公子为何要罚奴婢啊？你不是说衣服丢了就丢了，你不会在意的吗？本公子是不在意丢件衣裳，可是也不能任由你弄丢了我的东西而放任不管呀。要是今天本公子放了你，说不定哪天我不只会丢件衣裳那么简单。你要知道，本公子身居一国丞相，肩负的责任也很重大。倘若有一天因为你的疏忽丢掉本相的重要东西，到时可不止你死，裴府上下几百口也会受到牵连。所以今天这顿责罚你是逃脱不了。本公子也让你记得，你不是普通人家的丫鬟，你身上的责任比任何人的都要，懂吗？大公子，以后奴婢不会再弄丢你任何东西了，这次教训我会记住的。还请大公子高抬贵手，饶过奴婢这一次吧。这次不同以往，求饶没用，说我去拿街边过来。是。等等，说我去拿街边过来。是。等等，大公子，这顿打罚要不留着回裴府再打？你现在打了奴婢，谁还伺候你起居啊？你放心，本公子罚了你，便不会让你做事。说我去拿吧，倒茶。大公子喝茶。阿花，你也不要怪本公子罚你，凡事都要有规矩。你屡次犯错，就说明你在之前裴府过得太顺遂，这让你忘了你自己该有的身份。经过今日之事，本公子希望你认清自己的身份，把分内事做好，不要再犯任何的错误。是，大公子教训的对，以后奴婢做事会小心的。苏青青低垂脸目的回道。相爷，戒鞭拿来了。罚到后背15鞭，你亲自执行。是。阿花姑娘，请站过来。大公子，这么粗的戒鞭打下来，奴婢还怎么跟您回府啊？我看还是等回去后再打也不迟呀。苏青青有些没胆的咽了口唾沫，道：这点你就不要操心了，本公子不会让你耽误行程的。站过去，不然我便让衙差压着你行刑。裴景之不为所动道：开始吧。是。一鞭下去，苏青青痛得身形踉跄跪倒在地，那阵钻心的痛让她冷汗立马冒了出来。疼痛让他忘了原有的骄傲，他本想着硬气一点另罚就是，可那戒鞭打在身上是真的太疼了。于是在第3鞭快打下来时，苏青青猛地扑向前面那坐着的男人，不等他反应过来，他人便整个坐在他大腿上。大公子，求求你别打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那戒鞭打人真的好疼啊。苏青青娇软委屈的声音附在男人耳边求饶道。裴景之感受着怀里的温香软玉，耳边听着女人有哭音的声音，这让他一时不知道作何反应。大胆下去！你不打我就下去，成何体统？裴景之气恼地站起身，想把他甩开，不想女人下一刻便又双腿攀上他的腰身，同时脖子又被他紧搂住了，一副打死都不下来的架势。臭丫头，你快下来，不然别怪本公子弄伤你。反正左右都让你伤着了，大公子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他就这样柔弱可怜的模样，让一向冷清的裴景之呼吸停滞了一下。再有下次，本公子会杀了你。说着，可以下来了。苏青青一听他饶了自己，赶紧从他身上跳下来，可这一跳抻动了后背上的伤。祝武，把药拿来。祝武一直张着口看着眼前的一幕，眼中有着不可置信。他没想到这个阿花如此胆大包天，竟然不怕死的往主子身上钻。傻站着作甚，还不将创伤药拿来？哦，下去。
脱衣裳。大公子，我只挨了2下，应该没事儿，不用服药。时候不早了，奴婢先伺候你洗漱歇息。怎么，刚刚对本公子用了美人计，便优雅是欲擒故纵了？哼，你倒诚实啊！可是你没有想过，你的美人计成功之后，本公子还能让你全身而退？奴婢当时没想那么多，我那时只想着不被挨打。至于你饶不饶我，奴婢也是赌一把。你赌赢了，你该庆幸你曾经伺候过本公子，不然任凭你的美人计用了极致，本公子也不会无动于衷啊！奴婢就知道大公子不是无情之人。少跟本公子说这些虚的，脱衣裳，别让我说第3遍。大公子真的不用了，奴婢现在不疼了。碗筷我先去收拾。大公子，衣服啊，奴婢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现在洗便可。一会儿进来替本公子搓背。是。苏青青知道他的习惯，应着便走了出去。裴景之眸中闪过微光，进了屏风后，随后脱去衣衫进了浴桶。进来。可他刚搓了2下，便见那男人忽地转过身子，还不等他反应，便感觉衣襟一紧，在他惊呼中，人便被扯进了浴桶。那热水瞬间浸透了他的衣服。裴景之，你有病啊！胆子果然大呀，胆敢称呼其名，骂本公子了。你说本公子要如何罚你呢？大公子恕罪，人出于本能都会遇事做出不同的反应的。奴婢只是普通人，刚刚您吓到我了，奴婢这才出言无状。狡辩，想来你一直不拿本公子当回事儿，这才让你想也想不到骂人出口。本公子猜的可对呀？哪有，大公子可别冤枉奴婢，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想过。是吗？转过身去。啊！转过身去。你要干什么？你要是再乱动，别怪本公子对你乱来。放心，我只是看你的后背，你这人本公子没有兴趣，你的伤没有大碍，过2天便好了。也幸好现在是春季，衣服穿得厚，这要是夏天，你这美人背可就惨了。因为他整个身子僵硬地坐在男人腿上，肌肤上传来的触感让他心跳加速，尤其是男人的某处抵着他，让他一阵的紧张心慌不已。大公子，奴婢的伤既然没事了，那我就先出去了。难道你不知美人计是要全套的？你既招惹了本公子，就别想着全身而退了。裴景之摸着掌下柔软细腻的皮肤，性感的嗓音在女人耳边说着：大公子，你一向不喜女人，又怎会被我一个小丫鬟这等拙劣的美人计给诱惑住呢？这可有损你丞相大人的形象的。你说对了一半，本公子的确不喜女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用女人来疏解我的欲望。奴婢一直认为大公子如此清心寡欲的一个优秀男人，这么多年不找女人，便是想找一个心中所爱的女子，而你也想把最好的自己送给挚爱的他呢。出去吧。苏青青暗松了一口气，连忙起身出了浴桶，便出了男人的屋子。挚爱的他，女人就是喜欢凭空想象，本公子才不屑为一个没用的女人守身。再者，我一个丞相想找什么样的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呀？你一个蠢丫头，还不至于让本公子饥不择食。你既不愿，本相又何必赶着自找没趣啊？翌日清晨，大公子，您那件月白衣袍还穿吗？先放着吧。大公子，我们来此准备的衣服不多，您要是不穿那件衣服，还需再去买一件，这样您换着穿也方便。说我将银子给他。裴景之听完他的话，阿花，你要给丞相大人买最好的，不要图便宜。知道了，我会看着买的。一路打听着来到街市，小二过来一下。客官，你想要哪件啊？这件衣袍多少银钱呀？客官，这一件是本店最新。这件衣袍多少银钱呀？客官，这一件是本店最新款，不管是布料和做工，那都是上乘，所以呢，价格也就贵了一些。它的价钱是130两，能便宜点吗？客官，这衣袍已经是最低价了，您要是真的喜欢，买了它绝不会吃亏。这是哪家府上的丫鬟？家买不起就不要看这么贵的衣服，你这样小家子气的行为会给你家主子丢脸的。我自己买自己的，又不花你的钱，你管的也太宽了吧？大胆，谁准你跟我家小姐这么说话的？她是你家小姐，又不是我家小姐，你凭什么训斥我呀？贱婢，你可知道我家小姐府上是谁啊？若不想挨罚，你立马跪下向我家小姐求饶。我就不信你家府上再大，能大过丞相不成？你的意思是你家主子是丞相大人？有问题吗？小姐，别听他胡说，丞相那等家世岂会让一个丫鬟独自来铺子里买衣服？而且他还抠里抠搜的跟人讨价还价，这可不像丞相大人府上能调教出来的丫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丞相府上的丫鬟！快说，你府上到底是哪个？本小姐定让我爹上门追责。好啊，那你们就去军机衙门找好了。你这贱婢，越说越离谱。有谁不知道丞相大人素来节俭，他从来都不会穿如此华贵的衣衫。你想逃避责罚，也不能胡说一通啊。那丫鬟冷笑道。苏青青见左右他们不信，也不再搭理他们。这件衣袍给我包起来。好嘞，这件衣袍本小姐买了。那小姐摆出高高在上的嘴脸，道：这位小姐，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这件衣袍是我先买的。那又怎样？就凭你一个贱婢，也想跟本小姐抢？敢问小姐府上是何人呢？我家小姐她可是这
刘野城里的县令千金于美薇。哼，怪不得，不知你那县令父亲可知道你们这么以势压人吗？我父亲如何，岂是你这贱民能打听的？你今日对本小姐如此无礼，不罚你，我的颜面何存？来人，将他掌嘴20。于美薇眼中闪着恶毒的笑意。苏青青看着那小厮面带猥琐的向自己走来，心底虽然慌乱，手上可没闲着，一把将那千金小姐推向那个小厮。在那于美薇整个人扑进那小厮怀里时，苏青青赶紧趁机开溜了。狗奴才，还不给本小姐去追！带来到门外，便领着候在门口的2个小厮向苏青青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抓住他！前面的人，快截住他！当苏青青跑到一家酒楼门口时，忽见一人从天而降。蠢，本公子的人竟然让人满街追着跑。大公子，你怎么在这儿？多谢这位公子帮忙，不知您府上是哪里？改天小的让主子上门道谢。本公子是谁，其实你等配知道的。你们是谁？缘何治我的丫鬟？这位公子，这都是误会。具体的呢，小的也不清楚。您不如报上家门，到时我让我家主子上门给您赔罪。主，将他们带去神通衙门，治他们一个调戏良家妇女的罪，收监3年，任何人不得保释。是。主应着一个招手，候在酒楼门口的士兵便向那3人抓去。那3个小厮一见，立马明白了惹了不该惹的贵人，吓得他们连忙跪地求饶。公子饶命啊！小的只是奉命行事，我家小姐是县令千金，她的命令我们不敢不听啊！原来是神通衙门的县令千金啊！哼，怪不得做事如此嚣张大胆。主，将这几个人带去神通衙门，然后让那于社立马去军机衙门见我。是，来人，将他们带走。大公子，奴婢知道你身份尊贵，可你也不能手上没个轻重打自己人吧？你还知道疼？难道你于是就不知道将家门抱出来吗？上阵追狗似的追着满街跑，你这么没用，丢人的可是本公子的人啊！奴婢说了呀，可他们不信，我有什么办法？没想到一个县令千金竟然如此目中无人呢。是啊，他很嚣张的，奴婢给您挑好的衣裳也被他夺了去，那件衣裳真的很配你的，现在没有了。这么说，你还没给本公子买到衣服？大公子现在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你跟我去成衣铺一趟，让你试着买也合身呀。也好，捡头带路。姑娘，你没事吧？没事，我家主子救了我。小二，刚才那件衣服，县令小姐可买了？没有，那么贵的男子衣袍，她哪里舍得买啊？你走后，她便也离开了。麻烦你将那件衣袍给我拿来。这时，一个女子眉间带羞涩，走上前。小女子见过相爷。你是？相爷真是贵人多忘事呀。小女子名范瑞雪，我爹是刘野城军机指挥使范刚。原来是范小姐，幸会幸会。相爷，像您这样的身份也来逛商铺，着实让人意想不到。你此行让百姓觉得你一定是一位亲民的好官呐。裴景之闻言，眸中有着不快，他这样的身份怎么就不能逛街了？看着这位有些做作的大小姐，也懒得搭理他，转身走向那小二。他的无视让范瑞雪顿时难堪不已，可还是不死心的跟了过去。客官，这是你刚刚看中的那件衣袍。大公子，你看这件衣袍可还行？尚可。大公子喜欢就好。小二，给我便宜点，下次还来你家买。不是客官，看您诚意要买，那就卖你125两吧。小二，这件衣袍布料与做工虽然都是上乘的，可也不止你说的这个价格呀。这样吧，我也不少给你，凑个整好了，100两。客官，这件衣裳没有那么大的利润，你给了这个价钱，我们卖不了啊。你这个丫鬟怎么回事？给相爷买衣服，你竟然还讨价还价，你这样会让相爷很没面子的。大公子，不好意思，奴婢买东西习惯了讲价，还请您勿怪。100两，卖不卖？此话一出，顿时让面前几人一脸愕然。尤其范瑞雪，他万万没想到，家世显赫、财富与权势过天的一国丞相大人，竟然买东西也还还价。原来是相爷光临小店的，这个价钱小的不能做主，请您稍等，小的去叫我家掌柜的。算了，本乡没有时间等你去转告。阿花，如数给他。相爷，还是您大气，您这丫鬟如此小家子气伺候在你身边，会让你很没有面子的。小女子不才，自小啊，我母亲就教导我琴棋书画与打理后宅之事，不如以后你的起居让我给你安排，我保证呀会做得最好，绝不会让您在人前失了颜面的。范小姐，既然你从小就有人教导你，难道就没有人教导你什么是矜持吗？你不在乎名声可以，本相可是在意的很呢。我可不想让世人以为本相是一个欺压官员肆逆的恶官。还有，本相的丫鬟如何做事，还轮不到一个外人说教，还请范小姐以后见了她客气几分。阿花，我们走。裴景之冷声说完，大步向门外走去。回了府，苏青青将衣服放在一旁。大公子，这衣袍你要不要试穿一下？要哪里不合身，奴婢再去退。不用，本公子已经比量过了，能穿。那奴婢把衣服收起来。大公子，这是剩下的银两。阿花，以后你给本公子买东西的时候，无需给我省银子。是，奴婢记住了。午饭后，裴景之小睡了一会儿，便喊来苏青青，让她跟着自己出去。他们并没有出府，而是去了范刚的院子。带他们进了客厅，苏青青看到那个于美薇，在她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见过丞相大人。见过丞相大人。于县令，你可知罪？相爷，下官知罪。既然知罪，你倒说说，你犯了何罪？
司爷，丞相大人，由于下官教育无方，让他的性子泼辣了一些，这让他做事难免任性，不想后果，所以下官定会严加管教，让他懂事知礼。还请丞相大人念在他年纪小，饶过他这一回吧。哼，怪不得你那个女儿嚣张跋扈，感情是你这个当父亲的助长她的气焰。本相这还没有说什么呢，你便替你个女儿开脱，你以为一句年纪小便能免去她所犯的错吗？丞相大人，下官不是那个意思。小女如此不懂事，到处惹事，她的确该罚。丞相大人想怎么罚便怎么罚她，也好让她长长记性。本相可没有那个时间来处理这等小事。既然她是你的女儿，管教之责还是要你来负。阿花，给本公子捶捶腿。大公子今天累着了。大公子看上去挺强健的一个人，怎么身体如此羸弱呀？是不是你们文官总是天天读书写字的，缺少锻炼所导致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公子身子羸弱了？大公子呀，要是身子强壮结实，怎会让奴婢给你捶腿除累呢？蠢，本公子只是想舒服一些睡一会儿，不想还被你这个丫头编排我身子羸弱，欠打。大公子能不能别动不动弹我脑门啊？你手劲这么大，很疼的。疼就对了，不然你总觉得本公子虚弱无力。哼，继续换一只腿捶。是，看着他熟睡过去的模样，苏青青慢慢停了手，待等了片刻不见他行转，这才缓缓起身打算离开。相爷可在呀？这突的一声把苏青青吓了一跳，本能的一脸微慌看向贵妃椅上睡着的男人。要知道他是好不容易才将人伺候的睡着了，别到时候他一醒又让自己给他继续捶腿了。可头时被这么一下，他还没来得及直起的身形，又加上腿脚麻木，让他一个趔趄往前扑去，便倒在主子胸前。这一下便将男人给惊醒了。贱婢，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趁着本公子睡觉来冒犯！裴景之气恼地坐起身，大声斥骂完，一脚便踢了过去，便将他自认为心怀不轨的丫鬟踢出3步远。他在这里大发脾气，门口也走进来一个女子，待看到那丫鬟被他踹倒在地，男人一脸怒容，这让他小脸儿有着胆怯，一时不知道该进去还是出去。大公子，奴婢不是有意的，刚刚奴婢的腿坐麻了，起身时没站稳，这才冒犯了大公子，还请大公子恕罪。滚出去！苏青青起身，没有看那男人一眼，忍着腿上的痛回了自己的屋子。范小姐有事？相爷，小女子闲来无事，做了一些点心，您在这府上住着便是客，我特意给您送了一盘，让您尝尝，希望你喜欢。本相不爱吃甜食，你拿回去吧。裴景之淡淡道：相爷，我这点心放的糖少，不太甜，很适合男子吃，我父亲最喜欢吃我做的点心了。范小姐，本相还有事要忙，你可以回去了。范瑞雪见他淡漠的俊脸有着疏离，完全没有对自己有半点情意，这让他很失望又难过。他本来就已经睡熟了，却被那丫头这一下给他给惊醒了，出于本能也没多想，伸脚便踹了过去。待看到那通房丫鬟怒目圆睁盯着自己时，他更怒气上涌了。这女人的心机啊，还真让自己给小瞧了。苏青青听到裴景之从外面回来，于是便出了房门，站在廊檐下等他进屋。裴景之上了台阶，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便进了房间了。大公子，请喝茶。花花，本公子提醒你，不要妄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你虽然跟过我，可那毕竟不是你情我愿，本公子也不想因为一次的错误将你困在深宅大院，让你一生蹉跎岁月。我能放你自由，已是我给你最好的归宿，希望你能珍惜。大公子所想，正是奴婢所想，谢大公子的开明。这男人能放他离开裴府，已经比当下那些有着封建主义思想的古人先进了100倍。裴景之看着眼前女子那丝孤傲的小脸，眸光微深。本公子的话希望你能谨记，若再有今天之事发生，倒是别怪本公子将你发卖出去。大公子，您是贵人，在你享受着他人给你带来快乐舒爽时，你可曾想过，你的舒服惬意是别人用辛苦劳累所换来的？你能心无旁骛的睡大觉，那是伺候你的人要蹲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伺候着您。丫鬟伺候主子的确是天经地义，可丫鬟也是人，她有人的生理本能，久久蹲在地上不能动，她也会脚麻，也会麻木的，起身站立不稳。所以今天冒犯大公子，绝非奴婢的故意，希望大公子不要将奴婢想成不堪的人。裴景之脸色无波的听他说完，一时没有说话。他没想到这个丫头会这样清楚明了解释着今天的事儿。谁生来喜欢伺候人呐？只是有些无奈罢了。等奴婢出了府，我便不再伺候任何人。你这样说就不怕惹怒本公子？奴婢知道大公子不喜欢说谎的人。果然大胆。大公子摆好了，奴婢伺候您洗手用饭。这2天你不用伺候了，等一会儿本公子让祝武给你送一些饭食。谢大公子体恤。回屋说吧。苏青青唇角抿了一下，转身回了自己的屋子。翌日，苏青青没有去隔壁伺候，她说让自己休息2天，那她自要听命的歇着了。她才不管没了自
自己，他由谁来伺候？这天他难得睡了一个懒觉，日上3竿他才起床，他的腿已经没有那么疼了。去哪儿了？奴婢去洗衣服。腿好了？还没，奴婢洗衣服还是可以的。主，将衣服送去江洗院。裴景之头也不回的吩咐完，便越过苏青青的身边进了院子。阿花姑娘，大公子让你歇着，你就尽管歇着，这衣服让其他下人帮着洗就好。今日可好些了？谢大公子关心，奴婢今天好多了。后天我们要出门，到时候你准备一下。是。你回屋吧，这里不用你伺候。是。苏青青收拾好行李搬上车，便见裴景之带着几个人走了出来。裴景之看了他一眼，对那几个属下又叮嘱几句，这才上了马车，出了流野城。好冷啊！你穿的有些单薄，本公子行李里面还有一件大氅，你先披上暖和身子。不用，奴婢不冷，刚刚我只是随口说一句而已。裴景之眸光扫过他微紫的嘴唇，这说明他有些冷的，可他拒绝自己的好意，他又怎会还上赶着再说什么呢？主，找家客栈住进去。是，相爷。大公子，由于风大，这客栈里的客房只剩3间了，我们这些人住不开，如果让阿花姑娘跟您一个屋，这样便能挤下了。就这么办吧，等风停了，我们便继续赶路。是，大公子，我们的房间在2楼，属下领你前去客房。掌柜的，有没有女子睡的大通铺啊？抱歉了，姑娘，本店只有男子大通铺，没有女子的，毕竟女子出门的很少，所以我们只准备了男人们的。苏青青有些失望地离开柜台，当她走向楼梯时，却见那裴景之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盯着自己。阿花，你这是不想和本公子住一个客房里吗？大公子，您别误会，奴婢知道您喜静，我怕你不习惯休息不好，这才想着看看有没有女子通铺。你最好是这样想。掌柜的，麻烦你让人送壶好茶进客房。好嘞，客官您稍等。大公子，您稍等等，一会儿便有人来送茶水了。客官，这是你们的茶水，这可是上好的龙井啊。放下吧。客官，小的看您面生得很，我看您气度不凡，定是哪家的贵胄了。贵胄不敢当，本公子只是一个普通商人而已。公子谦虚了，您用饭，小的先退下了，有事随时到楼下找我。麻烦了。大公子，请喝茶。你这不是挺会做事的，为何之前总是出错？大公子，不怕你笑话，奴婢有点小洁癖，尤其是吃的东西。听一个丫鬟还有洁癖，哼！看来这几年你在裴府过得很自在，竟让你养成了小姐该有的毛病。可惜奴婢最终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时房门又被敲响了，苏青青自觉地去开门。姑娘，你找谁呀？哟，你这丫鬟可真够俊的。姑娘，可能找错人了，不送。公子，奴家心口疼。哎呦，公子你怎么不扶着奴家一些，害得奴家摔跤？公子觉得奴家这样伺候你如何？滚！裴景之躲开他的手，同时眼眸含煞地看了一眼苏青青。可就在他看出去这一眼时，衣摆便被那妖媚女人给攥住了。他刚要踢开他，一道身影比他快一步地冲到近前，接着他便看到那通房丫鬟一把抓住那妖媚女子的头发往后拽。小贱人，快放开老娘！你才贱呢！我从来都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竟如此下贱，勾搭男人，你真给我们女人丢脸！滚出去！待插上房门，苏青青神色微慌地看向裴景之。大公子恕罪，以后奴婢绝不会再让闲杂人等近身你一步的。刚刚这男人杀人的眼神看向自己时，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又失职了。他这在怪罪自己保护不力，把身份不明的人给放进了屋子。接到他这种刀人的眼神，他怎敢还站着不动看热闹啊？阿花，你可知道今天来者若是一个杀手，本公子不死要受伤，你这可是犯了严重的失职之罪呀！大公子，奴婢第一次出门，不知江湖险恶，还请大公子念我是初犯，饶过我这一次，以后再也不敢了。记住你今天说的，再有下次定罚不饶。是，奴婢记下了。没想到你的力气还挺大的。奴婢不是力气大，我还是知道的，打架要用巧劲儿，头发是女人最脆弱的地方，只要先发制人抓住她，便能让人受痛无力还手。听上去好像你很有经验的样子，你该不会是以前在府里的时候经常打架吧？哪能，奴婢在府里安分的很，只有别人欺负我的份儿。你这么能说会道，还有人欺负你？奴婢知道大公子不信，好在现在没有人欺负我了，以前的事儿啊，我也不再去计较了。哼，你倒说说看，别人怎么欺负你？苏青青想了想原主以前的事儿，这才抬眸看向他。其实也没什么，大公子走后，奴婢还留在你的院子当差呢。虽然你不在家，可整个院落与屋内，奴婢还是尽责的打扫。随着你啊，一年不回府，那些嫉妒过我的丫鬟觉得你早已忘了我，加上我再有1年就出府了，他们便明里暗里讽刺我几句，该他们干的活也留给我做，还团结一致孤立奴婢。好在我性格开朗，并未将他们放在眼里，被欺负多了，奴婢也学会了反击他们。午后，外面的风声还在呼呼的刮着，周围空气又冷了几分。裴景之披上干净的大氅，坐在桌前看着兵书。大公子，奴婢能不能坐一会儿啊？你去床上歇着吧。淡淡的说完了，继续看书。苏青青却怔了一下，让他上床歇着，怎么这么有人情味啊？谢大公子体恤。裴景之抬眸看向他轻快的背影。苏青青上了床，合衣钻进被窝，不多时身子便暖和了过来，这让他也有了困意，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中。这一睡便睡到屋中掌灯，就在他睡得香甜时，小脸儿被人不轻不重的掐了一下。醒醒！苏青青睁开惺忪的双眼，入眼的一片灰暗，
让他不适的眨了眨眼。你可真能睡啊，睡前都不挤你。快起来吃饭，屋里冷，你先披上本公子的大氅。说完便转身坐回了桌前。苏青青起身下了床，这次她没有客气，将那男人大氅披上了。坐下吃饭。谢大公子体恤，他也没有客气，反正是他说不用伺候的。待坐好，便拿起筷子夹着面前的肉菜放进嘴里。裴景之喝了一口酒，自然地看向他，见他毫无拘谨地吃着，那是吃的一个香啊。好吃吗？凑合吧，肉有点淡，素菜又有点咸。没你做的好吃。回府之后给本公子再做一次鱼香肉丝。好。去铺床。是，大公子，床铺好了，您可以上床歇息了。大公子穿着夹袄睡多不舒服呀，不如脱了再睡。不了，客栈里的被子不知道有多少人盖过了，本公子嫌脏，穿着衣服睡安心一些。也是，那大公子睡觉吧，奴婢候着。看着男人背对自己躺好，撇了一下嘴角，转身坐回桌前。还好白天他睡得多，倒不至于晚上太困。再看向床上熟睡的男人，他着实无聊，便拿过裴景之放在桌上的兵书，然后随意地翻看着。你怎么看上去好像识字一样？正当苏青青琢磨着兵书的意思时，忽听床上传来本该睡觉的男人的询问声。奴婢倒是想认的字，可惜命运不给我机会。刚刚奴婢只是坐着无聊，便想着看这本子里的字是什么样的。哎呀，看了半天，看得我头疼。没想到这字这么复杂，真不知道那些读书人是怎么学进去的。学认字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别闹出动静了，本公子都要被你吵醒了。啊，奴婢翻书页时已经很轻了。本公子一向在外面睡觉睡不踏实，有一点动静我便会听到。好吧，奴婢不看就是。苏青青百无聊赖地干坐着，在她等到三更天困意来袭时，便趴在桌上睡了过去。就在她睡得迷迷糊糊时，两道黑影走到他们窗前，半晌过后，房门传来撬门声，惊得苏青青立马睁开眼睛，本能地跑到床前，想把裴景之给叫醒。可她摇了几下，又低声叫了几声，裴景之丝毫没有要醒来的意思。他这才觉察到不对劲儿，这男人可能中了迷药了，可自己为何却没事啊？本想把他喊起来壮胆，让他喝退敌人，现在他晕了，自己一个女人又如何面对这危险呀？眼看那门就要被撬开，苏青青来不及多想，赶紧趴在桌上继续假装被迷晕过去，希望这贼人只偷点钱财。终于抓到只肥羊，看他穿着打扮定是非富即贵，等他醒了，我们逼他说出府上是哪儿，到时候我们便能狠狠地索要赎银了。三当家，趁他没醒，我们赶紧趁运走他，不然他的那些侍从醒来之后就麻烦了。将他绑了。三当家，这个女的怎么办呢？有这个肥羊就足够了，一个丫头片子，值几个钱呢？走了。好吧。在他们走后，桌上的苏青青才敢起身，几步来到门口，小心探出头往外望去，见走廊没人，便连忙去了隔壁。看来屋子里的人都被迷晕了，叫不醒这些侍从，那裴景之岂不是危险了？今天运气不错，抓了2个肥鱼，趁他们的人还没醒，我们赶紧撤回寨子里。苏青青匍匐在地，从楼上栏杆处往下面望，只见有7、8个草莽大汉疾步匆匆出了客栈。就在他想着等他们走后，他再去撬门喊祝他们时，忽见走在最后面一个大汉忽然回头望向他这边，好巧不巧，从他那个角度便让他看到自己。小丫头，本大爷放过你了，谁知你偏偏找死。看你长得漂亮，带回去做本大爷的女人也不错。邪笑着说道，便扛起挣扎喊叫的苏青青，然后出了客栈。毛蛋，我就知道你色心不死，赶紧的，不要耽搁时间了。三当家催促的说完，便打马先走了。其他人对毛蛋笑了笑，便随后跟了上去。三当家的又回来了。大当家的呢？他还在睡觉，想到现在就叫他。不用了，我们哥几个也累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华年，你先把这3个人关进10楼，记住了，要把他们看好了，他们可是很值钱的。三当家的放心，我们一定看好他们。三当家的，这女的就别关了，让她待我屋里，我亲自看着她。毛蛋，虽然人是你掳来的，可是按照山规，还是要听大当家的安排。你还是先忍忍吧，等明天你再向大当家的讨要便是。好吧，依你，明天我找大当家的就是，将他们带下去。三当家命令完，便去了自己的住处。来人，将人押进10牢。阿年一挥手，几个马贼分别架着地上3人走向后山，待他们把人都扔进了10牢，锁好牢门，然后便走了。装晕的苏青青睁开眼眸，入眼的是一片灰暗，牢房门口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照明，让人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大公子，大公子，醒醒！一连叫了好几声，男人还是没有动静。哎，公子，大公子，醒醒！可男人还是没有醒。苏青青见他不醒，咬牙狠了狠心，伸手便在他俊脸上用力拧了一下。大胆！大公子，您息怒，奴婢不是故意的，我们被马贼给抓到山寨里面来了，你快想想办法，要如何出去啊？本公子能有什么办法？眼下只能等着。大公子，那些马贼见你身份不凡，便想着用你换高额的赎金呢。你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被迷晕了，奴婢却没事，
所以他们的话我听个清楚。你没晕？可是祝他们如何了？他们也被迷晕了。奴婢没有叫开门，我本想着看那些马贼离开，再想办法喊醒祝武他们，不想却被人发现了。知道马贼还没有走远，你还要往前凑，不抓你抓谁？奴婢这不是担心你吗？我想等他们走后，看他们奔哪个方向，这样知道了你的去向，也好让祝武找你快一些。苏青青被骂，有些不爽道：“他是为了谁呀？要不是他是一国丞相，为人还算说得过去，他才懒得管这闲事儿。还算你忠心。大公子，你可要想办法救救奴婢，有个山贼想欺辱我，等天明那个山贼便向他们寨主讨要奴婢了，你可不能不管呀。”苏青青看似害怕地挽住男人的胳膊，语气有着乞求，想着那马贼明天要讨要自己，这让他心慌不已，所以他要趁现在放低姿态，求这个男人到时救自己。他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这个男人脱离险境。你这又想用美人计了？没有，奴婢知道大公子一向洁身自好，我怎敢勾引你啊？我怎么说也是个弱女子，碰上这样的事儿自是害怕的。大公子是奴婢的主心骨，我依赖你也在情理之中啊。本公子都自身难保了，又如何能救你？大公子，只要你有心救奴婢，绝对会救下的。他们无非是求财，以你的财力救我很简单的。你觉得本公子会为了救你一个丫鬟，去冒险跟那些马贼谈条件？大公子，不管怎么说，奴婢是想救你才被抓的，于情于理，你是应该管我的。你身为一个丫鬟，救主子那不是应当应分吗？本公子的命岂是你能相比的？嘿，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好说歹说，你是不打算救我了？你别忘了，你也有把柄在我这里，你要是见死不救，别怪我拉你一起死。说完，一把推开他，裴景之被他推了个趔趄，看着他恼怒的反应，眸光微沉了沉。你敢威胁本公子？我也不想啊，是你太不上道，我只能出此下策威胁你了。苏小花，你是不是想造反呀？竟然敢跟本公子这么说话！你要是不救我，那我便是死路一条，我都要被你害死了，你还想着我巴结讨好你不成？你都这样说了，本公子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出卖我的。不过本公子要提醒你一句，你要是敢出卖我，我会让你死的，你死在山贼手里惨100倍。不信你大可以试一试。这是哪里啊？我下头听了那么久，可就不要装傻了。在下娄青雨，原本去京城投奔亲戚的，不想路遇马贼，刚刚没有及时醒来。我只是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并没有其他意思。有没有谁知道呢？这世道人心难测。敢问阁下姓氏名谁？既然我们都受了难，也算是一种缘分，彼此通报姓名后便视为朋友。抱歉，本公子跟你不熟。既然公子不愿说，我也不便强求。不过有一点我要表明，我真的没有恶意。有恶意是最好。裴景之说着，便走到石牢里面，只见挨着墙根处有厚厚的稻草，他随意坐在那稻草上，这里背着风，也让寒意淡了一些。他身上现在可只是穿了一件起衣夹袄，就算选了一个背风地方，也挡不住寒意袭身。过来。干嘛？你再不过来，信不信本公子现在便杀了你，把本公子的大氅脱了？天气这么冷，我脱了大氅岂不是要冻死？你也可以不冻死。怎么说？我们两个盖一个。苏小花，别挑衅本公子的耐心，这大氅原本就是我的，我要回来是天经地义。要不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本公子岂容你这般放肆？说你是一个人冻着，还是跟着我盖一个大氅保暖呢？你的衣服还你就是，我才不跟你这样冷血的人盖一个呢。说着推开他的手，便将大氅解下来扔给他。裴景之将大氅随手一扬，摊铺开来盖在自己身上。大氅很大，里面又是貂毛皮，盖在身上立马暖和了不少。苏青青却冷得抱着胳膊蜷缩在他不远处。不想明天死，就给本公子过来。苏青青听他这样说，眸光亮了一下，他这话的意思是答应救自己了。你答应了？苏青青这才走到他身旁坐下，主动的撩起宽大大氅钻了进去。管他呢，难得这古人发了慈心了。正闭着眼睛想着，腰身忽然被人搂住，同时男人将他往后带了带，将他整个人陷入一个温暖的怀抱。别动，今天你的职责是暖房丫头，本公子怕冷。苏青青暗里给了他一个白眼儿，真是富贵人家的公子，通房暖床丫鬟，他用的可真是得心应手啊！忍他丫的，谁叫自己倒霉穿在一个通房身上呢？裴景之见他果然不敢乱动了，唇角扬起一抹得逞的笑意。花花，快起了！一连叫了3声，苏青青才在睡梦中醒来。大公子，你头发也乱了，奴婢给你梳理一下。怎么今天又是奴婢了？不生我的了？大公子就别笑话奴婢了，我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奴婢。以后再敢无礼，本公子定罚不饶。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反正他答应要管自己了，现在随他说什么。替本公子梳头吧。说着，裴景之坐在一块石头上。这时，大公子梳好了，只是没有梳子梳得好。等回去之后再重新梳便可。因兄台如此说，你很有把握让山贼放了我们吗？本公子只是随口一说，阁下何必当真？兄台，既然我们在此都落了难，我们还是需要互相照顾的。苏青青看着对面男子，由于昨晚视线太暗，让人看不清这人的容貌，现在倒是看清了，原来这男子也生了一副好相貌，只是他身材太单薄。看情况吧。花花，把大氅披上。是。蠢，本公子让你披上。裴景之轻骂道。啊！苏青青怔了怔。本公子不冷，你一个女孩子们要冻着了。看来兄台很宠溺你这丫鬟了。阁下一贯打听别人的闲事吗？啊，自然不是。抱歉，刚刚是我失言了，还请兄台勿怪。花花，以后在山贼面前，你什么话都不要说。
若有发生什么事，你跟进本公子便可。是，奴婢会紧跟你的。你就是狼峰寨的寨主游风。正是，阁下觉得你这样能逃出狼峰寨吗？本公子不是想要逃离，只是不想随便跪人而已。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只要本公子办得到的，不会答应。有钱人就是傲气，这让本寨主一时不知道要多少赎银了。我就想问你，你府上是哪里？姓氏名谁？这样我也好说个价。本公子乃是刘野县人，名刘仁，府上是做绸缎和珠宝生意的。刘记布庄就是我家开的，你可以去那里送消息。果然是有钱人家，看你如此合作的份上，本寨主也不为难你，只要你家同意交出10万银票，我便放了你。大寨主爽快，10万就10万，回头本公子亲自书信一封交给你。公子如此上道，本寨主甚是满意啊。你呢？本寨主看你穿着也不俗，想来也是哪家的贵公子啊？我家在春义县，名楼清雨，家里只是开了一家书斋商铺，并不是什么有钱人家。你别看我穿得好，其实啊，只是为了充门面，因为此次出门是去京城投奔亲戚，怕穿的寒酸让人小瞧了，这才弄了一身这衣裳穿。是吗？千真万确，你若不信，可以派人去打听一下。本寨主会打听的，到时若发现你说谎，本寨主就不止要钱了，还要拔了你的舌头。游风狠厉道：不敢，我说的都是真话。楼清雨神色有些害怕。你呢？大寨主，她是本公子的贴身丫鬟，我离开4也要带她走啊。裴锦池出声道。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山贼大汉从一侧椅子上站起来。这个不行，10万两银票只能赎你一人，想要带走这个女人，你要再加5万两，不然她就留下来做我的女人。大寨主，本公子可以再出5万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本公子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你给我们2个安排一个房间即可。这个好说，你这个财神爷的面子，本寨主还是要给你的。刘公子，我大哥都如此给你面子了，你是不是也要给他一个面子？你想说什么？裴锦池将苏青青挡在身后，隔绝了这恶心的眼神。苏青青见这男人还知道护着自己，原本还有着一丝担心也放下了。这丫鬟我们可以让你赎走，不过你必须让她陪我1天，不然你别想顺利将人带走。毛蛋阴险地笑道。大寨主怎么说？刘公子，左右她就是一个丫鬟，她的职责便是替主子排忧解难，你能花5万两银子赎她，已经是她的造化了。我这属下刀光剑影的跟随本寨主多年，自是劳苦功高。既然他看中了这丫头，她的心愿我当然也要满足。刘公子，相信你府上漂亮的丫鬟多的是，随时换一个也是很容易的。希望你能看清形势，让她陪我这属下1天。大寨主，实不相瞒，这个丫鬟并非普通丫头，她可是本公子的通房，她可是我心尖尖上的人，怎么可能会将她送于他人？不过，为了不影响咱们之间的关系，等本公子回去之后，我可以派人给你们送几个漂亮懂事的女子回来。通房怎么了？不还是随手打发的丫头？既然你都已经玩过了，你就把她送给我，你也不会损失什么。总之，这女的我要定了。毛蛋一脸的不同意。刘公子，我这属下说的不错，既然你已经睡过了这丫头，现在将她让出1天也是使得的。大寨主，凡事都要讲究个和气生财。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今日你给我一份薄面，他日本公子定会10分诚意感谢。做人万不能将鹿所绝了，否则将来鹿死谁手，可就说不准。裴锦之长身而立堂前，周身杀气散发周围。你威胁我？游风冷了脸。没有啊，本公子在说事实。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还是有道理。大寨主，你可别被他唬住了，他一个商人能有多大胆子？秋叶公子，你觉得本公子是那种胆小之人吗？倘若我是那种胆小怕事之人，我家的生意就不会开遍整个赵月国了。那又怎样？前世你还不是栽在我们手上？你若不应，我们便将你宰了喂狗，到时候我们照样以你的名义讨要赎银，事后我们不交人，你们家人也奈何不了我们。是吗？那你可知道我大哥是谁？是谁？毛蛋下意识反问。他在京城乃是兵部侍郎，我家可以破财消灾，可不会任人宰割。你觉得你杀了本公子，你这狼峰寨还能有好？裴锦之沉着应对，他此话一出，不止毛蛋被惊吓住了，就连游风神情也慌了慌。原来刘公子的家世了得，我等刚刚莽撞了。我们狼峰寨其实一向求财，并非十恶不赦。若是可以，本寨主也想放你们离开。可我这寨子上下养了几百号人，他们也是要吃饭顾家过日子的，难道就这么算了？毛蛋，本寨主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女人又不是他一个，若是得罪了京官，你以后连个丑女人都睡不成。属下明白了。裴锦之与苏青青被安排在一个不大的木屋子里。大公子，谢谢你。阿花，若是本公子不顾你的死活，你是否真的会出卖我的身份？哪能呢？奴婢要真那样做的话，才是自寻死路。奴婢之所以那样说，是吓唬你一下。要事情真到眼前，奴婢会一死保清白的，绝对不会出卖你的。笑话，自己现在已安然无恙，傻子才承认昨天的威胁之语。哦，原来你还是真烈女子，本公子倒没看出来呀。大公子，奴婢虽是丫鬟，可也知道女人名节的重要性。小兄弟，你能不能给我找件衣裳穿？要是再打盆水，那就更好了。等着，大公子这么爱干净的一个人，马贼的衣服你能穿在身上吗？神到了困境，这还在意那东西干嘛？你也太小看本公子了。是奴婢眼拙了。你眼拙又不是今天才有的。这时，那两个山贼走了进来。方才想要。说完，放下东西便走了。大公子，能不能给奴婢也要盆水啊？你不是觉得你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吗？好吧，奴婢不洗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不知道。说着，裴景之
时随意斜靠在床上，苏青青看着他一身破烂衫，也能让他穿出一种野性美，还真是一副好皮囊呢。骨子里的金贵是怎么都盖不住的。见他躺着舒服，自己也不能总这么傻站着。反正这里是土匪窝，还跟他讲什么规矩啊？想着便扯过一旁木凳坐了下来。裴景之看他也不征询自己同意，便坐下了，有些不适应，看着他。他活这么大，还没见过一个丫鬟如此无视主子自己坐下的。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本想敲打他，可一想到接下来自己要办的事儿，便闭了嘴。